日本的先知呢，对未来的预测准确率惊人，他被称为恶魔预言家。一个叫做王仁三郎的日本人呢，不但准确地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切日期，也表明日本参加战争是必然失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王仁三郎又一次提醒了天皇，现有的世界即将崩溃，很多不可预测的天灾呢即将来临，东京呢也会有火雨降临，全球人口会呈断崖式下降至3%。当天上显现王星，地上的学者与智者惊叹之时呢，天国的神谕将会移至地上。那么这句话却激怒了天皇，于是天皇将王仁三郎呢关进了监牢。天上的王星到底是什么呢？使得天皇震怒？难道是外星生物的降临吗？让我们进入恶魔预言家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王仁三郎呢，生于1871年原名上田喜三郎，是日本京都府龟冈市的一户农家。那么上田的家庭呢，在村子里算是中等偏上的。据说他一出生呢，就是个病秧子，经常得病容易着凉。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药罐子，这让他的父母很是头疼。所幸这个喜三郎的家里呢，还有一个能人呢，那就是他的奶奶上田宇能，是日本的岩灵学家，也是中村孝道的姐姐。她是日本近代神秘学领域的学术专家，主要研究了祷词和咒语。由此可见呢，上田的奶奶家世背景很深，而上田的奶奶对于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也是很熟悉。既然三郎呢不能够读书，便跟随着奶奶在家里受教育，得到了奶奶的真传。日本人对于神秘主义的兴趣一向都很浓，所以上田宇能和他的孙子他们都是精通神道的人，在村子里呢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三郎从小就被誉为天才，日本人把这种天才呢叫做巴尔，因为他的智商很高，而且他的神识也远超常人，可以感应到外界的一切。就是因为7岁那一年呢，有一件事情让王仁三郎人生发生了变化。那一天，王仁三郎的父母呢从田地里出来呢，突然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失踪了，这让他的父母都慌了呀。由于三郎老是重病呢，他们不让他出门，唯恐他受了风寒便四处寻找。结果整个村子都在帮忙，可是不管他们如何搜寻，都找不到王仁三郎。就在所有人认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呢，王仁三郎竟然自己跑了出来，而且身体还变好了，不再经常生病了，而且还拥有了一种异能，可以看到时不时出现的诡异的幻觉。按照他的说法呢，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呢，是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一股暖洋洋的气息，让他有一种被包裹的感觉。但是具体的情况呢，他又说不上来。也就是在这里呢，他遇见了一个对他说了很多奇怪事情的神秘人，然后在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拥有了这样预言的能力了，而且还非常的准确。比如有一次呢，他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呢，因为持续的高温而导致了附近的水源的枯竭，很多人都在寻找水井，可是他们找了几天呢，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源。就在这个时候，他带着一群鸡鸭从家里跑了出来呢，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而王仁三郎就指了指一片贫瘠的土地呢，就说道只要你们从这里挖，就能够找到水源。当时的三郎才7岁嘛，大人自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好在呢，有个村民呢很有心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呢，记下了那一块地点。在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水源的时候呢，于是他就决定呢挖一挖这个三郎所说的地方。结果还真挖出了水源，许多人呢都好奇地询问他，你究竟是如何得知那里有水源的？那个时候王仁三郎表示呢，他在失踪的那段时间里去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也就是民间流传的灵界。他在那里就看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全村人呢因此就躲过了颗粒无收的厄运。也就是在这一次呢，让他的名声就传了出去。那从那以后，村子里的人对三郎的印象就更好了。三郎不仅对学习很有兴趣，还很勤奋，所以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在1883年13岁的三郎呢，就当了村子里的代课老师了。在日本呢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了，而有文化的人呢，往往会更有机会。在1896年呢，三郎26岁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血泰金乳馆上。这个金乳馆呢，其实就是做牛奶生意嘛。在日本呢，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行业。2年多的苦心经营之后呢，他这家金乳馆终于开始盈利了，而且生意呢也越来越好。正当他的事业快要取得成功之时呢，三郎突然感到了一种新的召唤。他说这是他毕生等待的使命，所以他必须去完成。在1898年呢，三郎就终止了他的牛奶业的生意呢，去了龟冈市的灵山高雄山上修炼神道。在修行的途中呢，他又见到了芙蓉仙人，得到了他的指点，让他呢向西北方向走去。不久呢，他便了解了神仙的意图原来三郎来到了京都府的灵部市呢，就拜访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巫。
他的名叫呢出口直，两个人一眼就看出啊，他们的命运应该是相互合作的。出口直呢是日本13宗之一的金光教的高级巫女啊，擅长神术。那么三郎擅长灵性学，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创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教派啊。出口直呢就做了教主，而三郎做了首座圣师。这个教派呢就叫大本教，是由日本传统的神道衍生而来的一种新兴的宗教，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泛灵性宗教。而出口直所传的教义呢，自称受到国长力大神的神示，以手书御笔仙即神谕的形式呢，间接的传扬给信众。那么三郎则是以小松灵命啊、松冈芙蓉、凤云野大神等神奇的幻象的形式呢，直接与信徒交流。甚至有一次，出口直在神谕中呢，直接将喜三郎的名字改为了鬼三郎，因为他认为鬼字不雅呢，所以喜三郎就把鬼字呢改成了日本的同音字王仁。从那以后呢，人们就叫他王仁三郎。在1900年呢，王仁三郎就娶了出口直的女儿为妻。从那以后呢，他就被人尊称为出口王仁三郎。王仁三郎和出口直这两个人一前一后的配合啊，简直天衣无缝。到了1918年，出口直去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王仁三郎就成为了大本教教皇，让教义变得更加的完整，也更加的有条理。所以大本教提倡人人平等，主张世界和平，而这一点就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信众的数量与日俱增呢。当时的日本啊，实行全面的西化和向外扩展，大本教的仁慈的教义和崇尚的传统呢，与政府要求的背道而驰，更为当局呢所嫉妒。所以在1921年呢，日本就开始对大本教的王仁三郎进行了攻击，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本事件。而王仁三郎因犯有不敬罪、违反暴职等条例呢，而被监禁了起来。在1924年出狱呢，他曾离开了日本，到了蒙古、东北等地，当时还与东北的张作霖呢还有过交集。之后王仁三郎侥幸逃过一劫，又回到日本。在1926年左右呢，王仁三郎又被关进监狱。那个时候的日本内部呢，大本教的压力依然很大，他出狱后只能一直在国外传教，一直到1930年呢，70岁的时候他回到家乡。而回去之后呢，他依然在做着大本教的事情，而大本教呢也在快速的恢复着。在1934年呢，王仁三郎在东京的千代田九段会馆组织了一个社团，叫昭和神圣会，很快呢就有800万人的拥护者。那么在日本的各个角落都有活动，而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统治时期呢，自然也不能够容忍这个王仁三郎的社会活动，于是就发生了第二次大本事件。王仁三郎再次被判犯有不敬之罪，被关进了大牢。自那之后呢，日本就加入了战争大本教呢也就失去了活动的空间，彻底的陷入了沉默。日本战争失败之后呢，大本教才重新开放，而他最为后人所知的居然是他的预言。据他的描述呢，他曾多次去过灵界寻找未来的线索，而得到了关于未来的启示。在1922年呢，人在监狱里的王仁三郎就口述他仅有一部的伟大著作叫《灵界物语》，还有出口直的一本呢叫《大本神谕》呢，都是他们大本教的2大经典。在《灵界物语》中呢，王仁三郎就提到了自己进入了幻象的经历。那么在书中他就说他自己于1878年的一天呢，从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唤醒，紧接着呢，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从自己的床上突然就来到了森林的深处，没等他产生害怕的情绪呢，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名叫芙蓉隐士的仙人。那么这位仙人苦口婆心的就告诫他，接下来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影像呢，都要仔细的记好，回去呢好传达给世上的人们。于是王仁三郎呢，在仙人的带领下，就从地面缓缓上升呢，来到了宇宙灵界的入口。这是一片由无数的星辰组成的巨大空间，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宇宙深处的气息。这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力量的地方，这里有着无尽的星辰，每一颗都不相同。而这里还有着一座巨大的宫殿，宫殿内有许多的仙人在此打坐修炼。这就是宇宙的灵界了，也称之为神界。那么在这里的一切事物都是永恒的，并且有着天界和地界之分，天界为仙，地界为魔。那么地界中呢，也有着许多的魔在修炼，是天界的敌人，互为阴阳，预示着天地万物呢都是阴阳相生相克，有得必有失。而仙人说道你要记住，只要你不忘初心呢，坚持爱与和平你将会看到未来的幻象。王仁三郎呢，将所见所闻铭记于心。而这次的神奇的幻象之旅之后王仁三郎身上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就像他在书中所言他说他看完了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包括民间的琐事的走向。因此呢，之后的三郎即便他没有学过医呢，不通药理，也能够为当时的村民看病了。若是哪家丢了东西呢，他也能够完美的帮人家解决。那么这些内容就成为他后来的预言集，使得王仁三郎就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注意。
天皇裕仁呢，甚至就邀请了王仁三郎到宫中来交谈。据说在这次会谈之中呢，王仁三郎就做了这样一个预言，他说现在的日本的战败呢，还不是日本最大的失败，后面将会发生更悲惨的事情。他说在未来呢，人类的技术呢会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在此之前，地球上的人类将会经历地震、火山的喷发。如果发生这样的灾难性的事件呢，那么全球的人口将会大幅的下降，而现有的地球呢也会被摧毁，很多不可预测的灾难呢也会向我们袭来。人类的轮回将会经历三生三世，100个人呢能活下来2、3人，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口将会断崖式的下跌。那在那个时候，急于保住自己地位的天皇呢，听了这些悲观的预言呢，就很不中听所以他当时就想除掉三郎。但是因为美国当局的存在呢，天皇没有下手。后来呢，王仁三郎在垂暮之年呢，就住在了林部县的出口府。他一直以绘画和陶艺为乐呢，直到去世为止。他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存在很多的争议。尤其是王仁三郎还对2023年也有2个小预言。第一个呢，他说在2023年呢，全球的气候会变得非常的异常，会发生很多极端的天气，夏天呢会更热，冬天会更冷，给人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今年的冬天呢，北美的海边宇哥就看到了海边城市呢商店被冰封的一个新闻，看得我非常的触目惊心就不由得想到了电影《后天》中的场景。那第二点呢，他还说到了地震，他表示呢，今年全球的地震会频发，日本呢会发生一场大地震。那这一场大地震会非常的剧烈，甚至有可能会引起火山的喷发。这就与我们之前讲过的，比如说朱迪海文利的预言今年也会发生很多地震嘛，包括说之前有说过日本的富士山会不会在今年喷发呢？那么在临终之前呢，王仁三郎还曾留下这样的预言他说当天上显现王星，地上的学者与智者惊叹之时呢，天国的神谕将会移至地上，接近了仁爱之神的神证就是所谓的3000世界更新以及重建的开始。这一句话很有深度就连王仁三郎最信任的助手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大部分的人都这么理解，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旧的世界的秩序会被毁灭，而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充满爱心和善良的世界嘛。从之前宇哥讲的很多预言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古老的旧世界即将要走了，新世界即将来临的样子。那这个新世界的到来到底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未知生物降临的原因呢？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最后王仁三郎的预言就像是他所说的一样，都是一种幻象而已，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嘛。所以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